华盛顿将如何惩罚马克龙反水？有可能是在法国策划推动宫廷政变，让其下台，这是西方的一种预测。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马克龙访华后高举反美大旗，美国很恼怒，将如何惩罚马克龙？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前几天对中国进行访问。冯德莱恩是被马克龙邀请一道访问中国的，但显然由于两人对华态度不同，导致结果不同，一个受到隆重接待，一个则遭到冷遇。不出所料，冯德莱恩无法说服中国向俄罗斯施压，一无所获。中国媒体甚至彻底封杀冯德莱恩，但却密集高调地报道马克龙。来自法国工业巨头的大型代表团收获了大量订单。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订购200亿美元的160架空客飞机，同时空中客车公司在中国建造第2条客机装配线和供应50架直升机。马克龙访华绝对是成功的，但在马克龙回国后，美国发现苗头不对了。4月9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因强调独立自主说而引发了西方世界的一场激烈的论战。马克龙反美一呼百应，不做美国小弟。几天后，4月11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也说出了同样的想法。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也表示相同意思，称法国不会仅仅因为美国的想法就与中国发生争执。4月12日，马克龙出人意料地阻止了欧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100万炮弹的20亿拨款，这意味着欧洲要开始拒绝给美国当经济炮灰了。马克龙去了一趟中国，马上在欧洲高举反美大旗，突然转身的言行还引起了连锁反应，美国气急败坏，却不敢公开强力批判，于是只能指挥小弟炮轰马克龙。比如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他刚刚在美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然而紧跟马克龙后脚跟访华的德国外交部长伯伯克，在抵达中国后迅速宣布，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与马克龙站在同一条战线。马克龙高举反美大旗，其实也是吃了太多美国的亏和恶气。比如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搞出个奥库斯联盟，直接抢走了法国与澳大利亚之前签署的660亿美元建造12艘潜艇的合同。美国这是盟友还是敌人？在欧洲已经公开背叛美国的还有3流国家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以及刚受到地震灾害破坏的军事大国土耳其，甚至格鲁吉亚官员也开始不听美国的了。事实上，马克龙的转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帮助乌克兰，结果是法国陷入能源危机、经济萎缩、通货膨胀的困境，国内一片内乱，罢工此起彼伏，甚至引发部分地区的骚乱。还有很多人要求马克龙下台。很显然，马克龙已经意识到跟随美国反华反俄是一个大错误，现在必须开始纠正了。很显然，美国一定要制止马克龙连锁反应，最直接的就是必须设法把马克龙搞下台。美国将如何惩罚马克龙反水？有可能是在法国策划推动宫廷政变，让其下台，这是西方的一种预测。美国将采取什么手段呢？当下的法国社会动荡和骚乱，恰恰就是美国利用的最佳条件。美国可能会在法国策划颜色革命和宫廷政变，把马克龙搞下台。在组织政变的技巧上，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人是最厉害的。还有人预测，美国甚至可能会策划法国的军事政变，把马克龙推翻。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在法国军队中有一股反马克龙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美国策划和推动颜色革命及宫廷政变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至于是否能够成功，那是另一回事了。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